东西啊，大家看一下，中间是粉彩花篮，中间画的是牡丹花啊，这个非常独特，这个牡丹花啊，花篮上面还有飘带。那么，请大家看反面，外面呢是用的胭脂红啊，胭脂红，但是底下还有款，这个款有点意思啊，倾国考察实业团进镇，江西瓷业公司特制。我们呢就这个东西本身而言啊，专门去查了一下，就倾国考察实验团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查出来。这个因为我们也是突然碰到这么一件事情，只不过这个历史上是应该有记录的，但是我们一下子没有查到啊。今后如果查到以后呢，我们再把它和大家汇报啊。那么这件东西呢是江西瓷业公司专门为这个考察团特做的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一件盘以外啊，好像香港的这个收藏家也是我们闽球的这个成员之一，叫关善明关先生，曾经有一件收藏，它的底款与它完全相类，但是它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是用青花写的，倾国考察实验团。对，要切换一下啊，进镇，来，把它切换过来。看见没有？倾国考察实验团进镇，江西瓷业公司特制，它那个是用的青花款，而我们这个呢是墨彩的，啊，是用的墨彩，是釉上彩，它那是釉下青花。那么旁边的这一只瓶啊，就是当时关先生那个啊，关先生的这个瓶啊，这个场景瓶上面画的粉彩仕女图，啊，这件东西呢是哪一年啊？在新加坡。对，97年非常有名的一场，就是关善明先生收藏的1997年的那场，在新加坡的佳士得的那场拍卖的。对，据说呢，这个1997年啊，那个新加坡佳士得搞了一场这个拍卖，这场拍卖呢在当时啊是非常轰动的，轰击一时。哎，轰击一时，其中呢就有这么一件东西。对，这场完全都是晚清时期的关先生的这个很重要的收藏。全是他的吗？全是他的。哎呀，那关先生，我这个真是厉害啊！关先生这个人，其实我告诉大家，关先生我很熟。他这个人呢，其实是个工程师，是搞建筑的工程师。他这个公司里边有100几十个关于这个建筑上面的工程师，啊，他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但是同时他也是闽球这个金舍的成员，是个大收藏家，早期成员，对，大收藏家。他有很多的著作，元老继承人啊，很多的著作，他收藏一批出一本书，收藏一批写一本书，而且品种都不一样，啊，这就是关先生的特点，非常有意思啊。关先生这个人，他当年给我送了一本，我本来跟他要其他书，结果他没有了，结果送我一本砚台的书，也是他自己收藏自己出的一本，啊，非常有意思。这个人的这文化知识很全，啊，很有意思啊。那么这个不去管他关先生了，我们谈我们手上这件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呢，既然是作为一个珍品，而且是由这个江西瓷业公司来做的，大家都知道江西瓷业公司呀是这个1910年啊，宣统3年吧。对，宣统3年这个成立起来了这么一个公司，它是官商合办的一个公司。是，当年呢，这个地方政府提出来，希望呢能够政府给他投资，然后我们合办。合办这个瓷业公司的目的呢，是为了培养这个中国陶瓷研究以及制作的一些专业人才的，这么一个公司。但是最后总算成立起来了，而且这个公司做的东西的质量都非常的精良。我们之前在很多的拍卖会的推荐当中讲到很多，他的这个作品青花呀、粉彩呀，的确和当时代的一些东西相比较而言，它的质量、它的制作工艺都是最优良的，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花篮呢，就是以江西瓷业公司专门做的一批东西之一。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参照一个东西啊，参照一个雍正时期的一件作品，纹饰、造型、色彩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来，那件东西在哪儿？在这儿啊，在这儿，怎么这么写？哎，对，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件东西，这个东西呢，你看旁边那个胭脂红啊，你究竟是哪个？这两个啊，这个是哪个收藏？这个是竹月堂的收藏，竹月堂的收藏啊。对，这右边这本书是竹月堂的，竹月堂的收藏，那边呢？这边是赵从衍的收藏啊，赵先生的收藏啊，也是雍正本朝的。对。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切换过来的这两个是带大清雍正年制双圈啊6字2行款，是雍正时期的啊，一个是赵从衍赵先生的收藏，一个是竹月堂的收藏。两个花篮的制式完全一样，都是雍正时期特有的作品，外边都是用胭脂红或者说胭脂水啊，颜色比较淡的胭脂水啊作为外边的装饰。里边就是用粉彩啊，对，当时他们作为国礼去赠送也好，还是去建交也好，肯定是选择当时最典型的、最经典的雍正的造型。对，所以也是几乎是1比1这么在瓷业公司仿制出来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大家就是要认真仔细看一下啊。我们手上这件东西呢，就是参照了雍正时期这个花篮嘛，我们讲见到朋友了送一个花篮，表示友谊，啊，表示友谊的。那么这个东西不仅中国人是这样，外国人也是这样。对，所以我们这个大清国不叫大清国了，叫清国了啊，他这么叫了啊。这个实业考察团，我估计呢可能是到欧洲去啊。到这个工业发达这个列强啊国家去考察，那么做了这批东西作为礼品赠送给别人。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件东西啊，告诉大家就是参照的啊那个雍正时期的这个作品这2件对来仿制的啊，来仿制的。所以这个时间呢，应该说不是特别的早，而且它的工艺给大家讲啊，它的这个工艺啊，我们看底下的底足就知道了，这个底足呢比较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个牌啊是磨印出来的，不是拉坯的。可以拉近一点，拉近一点看看底足。看一下这个圈足啊，特别浅。啊，这种工艺啊，到现在我们很多的街上卖的那个瓷器碗呀、盘呀，都是这么做法。看到没有？很浅，这种手都捏不起来。啊，这种东西一定是模具压出来的，一压一个，一压一个啊。这个就是这个主要的一个特点啊。年代相对比较晚啊，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呢，中间绘画的这个牡丹花啊，这个旁边的这个玉兰花，这边呢应该好像是芍药一类的。你看这个花的叶子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啊。还有灵芝。哎，这边还有灵芝，这个完全是按照雍正那个构图来绘制，1比1绘制。哎，只不过不同的是什么呢？色彩略有一些变化。因为到后来以后用的色彩，已经和我们当年雍正乾隆时期用的那个色料啊，明显有了差异了。它这个用手摸的话呢，比较的平，而早期那种矿物料用的比较厚重，凹凸感特别强。这就是前后之间的一个差异。这是我们在看这一类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问题不管它写不写款，造型、纹饰、色彩，就是我们鉴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这件东西应该说还是不错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保存的也比较完美，口沿描金口沿都是描金的挺漂亮的一件东西。好，我们再来一个，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对，难得就在于它这个款制这个款，我们再换下一件吧。对，
好，这个是多少号？我来看啊，呀，在这儿啊，315。315，嗯这个分开说吧，对对对。好这是咱们专门做的一个海报，啊，这是海报，对。这件东西呢，哎，咱们给它展开一个平面图，给它展现出来。这件东西呢是青花渭水访贤图的一个统评啊，大家请看一下它的主体文饰啊，这是一个周文王访贤啊，过去也有这么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典故就来自于这儿啊。因为当时这个姜太公啊，在河边钓鱼，周文王看了这个老翁70、80岁老翁这个钓鱼，鱼竿离水面有30尺高，而且没有鱼钩，鱼钩是直的，这怎么钓鱼啊？很纳闷儿，就和姜太公聊起来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姜太公这个人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什么都懂，谈到国事，头头是道，分析的也条条有理啊，所以这个让周文王非常的激动啊。他现在要什么？他为了要想办法打败商周王，商周王，因为商周王酷掠嘛，对吧？残酷的统治，商纣王，要把它推翻。所以呢，周穆王啊，这个叫周文王啊，就希望有一些非常有高手了。我们现在说起来有治理国家能力的一些找人才，人才能够支撑他、辅助他，能把这个国家能够治理、统治下去。是。那么这个姜太公的所谈的一切呀，都符合周文王的心愿。所以，我们这个统评啊，所画的内容就是周文王恭请这个姜太公的。你看这个整体的画面，是我们这个周文王拿着厚礼，我们姜太公作揖受礼，对，作揖受礼，就是这么一个场面。这个旁边就是个渭河，渭水嘛，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画面它的这个布局就是按照这么一个构思展现出来的。那么这件东西呢，从纹饰到色彩的运用、构图，基本上完全是按照同时代最具有特点的这种构图形式来这个绘制的。那么这个上面呢，我们所要看到的呢，主要是颈部上边，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口上面的口镶了一个银口，可能残了，对那么后来呢是镶了一个银口在上边。那么这件东西很显然来自于欧洲回流的一件作品。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上面这个颈部的装饰纹饰是什么花呢？郁金香。这个东印度公司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对，所以呢，它这个荷兰的郁金香是国花呀，所以这个纹饰应该是来自于这个当年的外销瓷的一部分。那么其中这个上面的郁金香，中国人对郁金香没什么感觉，那要讲牡丹花，个个都知道。讲郁金香，还有很多人到今天都不知道郁金香长得什么样，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呢，应该来自于欧洲，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个构图、这个色彩、这个典故，完全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而且放这个颜色，尤其是青花色调，非常的漂亮说明这个《天工该物》的当中记载的这个宋允星当年记载的这个瓷器的烧造工艺的确是比之前的天启包括万历晚期的那个技术水准要提高的很多很多
的确是这样。那么这个上面呢，大家认真注意啊！你看旁边那个人物绘画，刚才我董小姐讲到这个人物的时候，尤其强调仿品和真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物的神韵大家要注意啊！崇祯、这个康熙都有青花的仿品不要上当受骗。前段时间去年我帮别人打了个大官司就是这个官司可不是一般的公司国际大品牌的公司，打是打赢了，但是就提醒我们，这个仿品现在水准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每一个细节，包括绘画的技法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骄阳之下，周文王招贤纳士，聘请姜太公帮他辅助国政就是这么一个题材。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上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来给个镜头，照我手摸的这个地方，那正好能看起这个凸起，对这个彩的凸起，你看没有？大家注意没有？好，你别动我动什么呢？你把这一块照出来，就要照这一块就行了。对，我来找那个东西我来给大家找出你太小了，我要的是这个镜头还要缩一点。镜头缩一点，然后用光去找那个凸起。过去了，就这一块，我就找这一块，最后再挪过来一点，再往这边。好，就这样吧，就这样。好，你要侧光一点，我来拿。我来给你拿。为什么要给大家要看这个地方你好，有了，可以看。看到了，你跑掉了，谁跑掉了？不，我动，我来动。对，这可以。好，就这样，这可以了。看见没有？大家这个镜头前面朋友大家注意一下，我指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看见没有？有明显的有凸起的，疙里疙瘩的这种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就是当年在绘制青花的时候，它的色料比较重，形成了用手摸凹凸不平的这种咯楞楞的这种感觉。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气泡起到了一个搬运工的作用，把底下的色料顶到了釉面上，而且形成了凝固以后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凹凸尤其是鼓出来，这个基本都是鼓出来的。这是这个我们讲崇祯时期特有的，这个时候比较清楚特有的一个现象，大家要注意，这是仿品当中不可能出现的学界内的朋友请大家注意这个地方，你看这些，对，这个地方最清楚了，现在这个角度最清楚就这个东西最厉害，千万要注意，有了这个东西一定是崇祯的，不会是这个其他时期的虽然它是一个应该算是瑕疵，就跟我们讲苏麻离青一样是个瑕疵，但实际上正是因为有这个瑕疵，反而说明了这件东西是真品而不是假品我现在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这个。再看一下底足，这个底足也是沙底沙底缠底的，这是缠底，对，这是缠底，太近了，对，这是缠底这个就是标准的崇祯时期的作品，非常重要大家非常重要这个问题。这个东西非常，这是一件非常典型而且色彩非常漂亮的一件作品，非常好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件东西专门拿出来以后给大家推荐给大家看，主要是让大家能看到这个崇祯时期最典型的这个色彩，最典型的装饰技法，最典型的这种不可复制的这个缺陷也证明了它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了，很重要就是崇祯刚才有朋友讲是不是崇祯OK， 就是崇祯非常标准的标准非常标准的一件东西这个应该大家要特别重视的。还有什么东西？没事，就是我是把这个
给做成了一个对宣传页面吧，一个拉开的一个宣传页面。对，这件东西啊很重要啊，而且画的特别棒，非常好。这个随残犹真吧，但是这个口这部分的这个银口啊，它是包口。对，现在呢，因为没法去破坏性的去看它到底什么问题，有可能它口还是有的，对，只是有缺损呀，或者有一些小毛病它给包起来的。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它不会是整个银口镶上去的，它里边还是有瓷质的啊。所以这个到时候就等能买到的人去揭开这个秘密吧，看是不是对吧？能花一个有毛病的钱去买一个没有大毛病的这个品相。这件东西，哎呀，确实好。它这个中间这个画片，不管是颜色呀，还是这个题材啊，还是这个整个这个绘制的工艺啊，都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崇祯的一个典型器。对，所以也希望朋友们能到现场来摸一摸、看一看这个实物啊。对，这件东西拉开以后是非常好看。我曾经啊和那个厦门文物商店啊，原来他那个经理叫张忠纯啊，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他有一个白纸图的一个山竹炉，后来呢，他就专门把它展开了以后，就把它镶在墙上，很震撼，很震撼。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我以前呢都没太注意，后来他那次给我触动挺大的，一展开以后就是一张非常漂亮的英系图，包括我们像这种东西，大家看到了展开漂亮吗？很漂亮，哇，真的很漂亮，很漂亮。一样的道理，这种东西展开以后，把它镶在墙上，作为一个镜框镶起来，一流，今天我不是说它本身，类似像这样东西都可以这么做，都可以这么，非常好。这个银口没有氧化，兄弟啊，这个龙哥，你这个说的不对了。我告诉你，你中国人喜欢搞什么叫什么包浆，外国人没这个习惯的。我曾经告诉你，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件这个铜的一个豆，乾隆的，盖子里有款，底下有款，结果呢，外国人这个是从中国这个日坛里边抢出去的，他有记录的，而且是一个骑兵团里，他作为一个战利品陈设在那儿。后来这个解散了，这个东西就流到了这个个人手上。这个按道理来讲，那个铜啊，原来它上面应该有鎏金的，时间长了以后鎏金没了，脱掉了。它是这个祭祀用的。结果外国人把上面就用那个去这个杂质的这种，全洗干净了，全部洗的就跟新的一样，跟金黄。结果这件东西呢，是我一个朋友提供给我的，提供给我以后呢，哎呀，我看太棒了，除了外边没有我们所说的包浆以外，所有的挑不出半点毛病来。结果被我们所谓的那些大咖说那个东西是仿品，我真是我哭也不得，笑也不得。不懂不要装懂，不要乱说，懂吗？这个呢是我在上海那件事情对我刺激最大。后来有一个朋友找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哪知道你要这东西啊？我如果要知道你要，我马上告诉你。”太好了，而且这件东西最后是在云南，人痕给拍掉了，拍卖人家最后是送到云南去了。那当地还是有高手，人一看没问题。这件东西也是同样的道理，凡是从欧洲回来的东西，欧洲人的习惯都是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国人一定要把它搞得乌里麻里的，说认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有包浆。错，龙哥，我跟你打个招呼，这是中国人的习惯，与外国人无关。所以我们看到这上面，你要包浆吗？我马上可以给你做，用酸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很快上面就变黑，就这么简单，懂吧？所以有很多东西啊，我们要了解一下国情不同，爱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刚才讲的怎么没有氧化呀，就是这么个道理，对吧？对不起啊，龙哥。最主要还是大家来现场看一看。这个最好是看一下这个东西，确实上手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我们干了一辈子这个，对，到今天呢还热刺不疲。为什么？因为它总有让你这个感动的地方，让你动情的地方。像这种东西，你看到以后你就知道那种亲切感，从心里边油然而生，就这么个道理，真的很好。